你以為自己冇炒賣股票、冇投資美股、港股，就等於冇輸錢？梗係唔係啦！如果你係有供 MPF，單一咁樣放喺股票基金上面，其實一個季度咧已經輸咗14% 㗎啦。如果你將所有嘅雞蛋咧放喺同一個籃裏面，面對2022年嘅市況咧，你嘅損失可以非常之慘重。所以全世界嘅專業投資者咧都會有一個永恆嘅守則，係制定唔同嘅投資組合，而且咧係買入唔同嘅資產喎。喺呢段影片開始之前咧，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同埋撳翻個 long 啦。記得唔好淨係撳訂閱啊，要撳埋個 long 咧，你先會知道有新嘅影片出咗。另外都提一提大家，呢段影片咧只係教學同埋分享嘅用途，就唔係一個投資證券嘅買入賣出建議，投資有風險，記得咧自己做好功課啦。另外 portfolio 嘅目的咧有兩個，第一就係呢個組合嘅設定咧，其實係同你自己個人嘅目標啦，同埋呢個風險偏好咧係匹配到嘅。第二咧就喺自己訂立好嘅風險水平裏面咧，實現一個最佳嘅回報率啦。而最原始嘅資產類別咧有三種，第一種就係股票，第二種就係固定收益，即係債券啦。第三就係現金或者咧等價物，呢三種都係最受市場歡迎，亦都係最多人用到嘅資產工具啦。咁但係依家咧，其實好多嘅專業投資者咧都加入咗其他嘅資產啦，例如房地產啊、商品期貨啊、加密貨幣等等。而呢啲所有嘅資產咧，其實佢嘅回報同埋風險咧都有唔同嘅。而如果依次序嚟睇嘅話咧，最高風險、最高回報嘅資產咧，第一就係加密貨幣，第二咧就係股票 equity。第三就係房地產，之後咧較低風險嘅工具咧就係 fixed income， 即係固定收益，亦即係咧債券啦。而最低風險咧就係現金或者咧現金嘅等價物啦。當然啦，風險同埋回報咧係成正比嘅。喺投資學嚟講，高風險嘅資產咧亦都代表係較高回報啦。而最基本嘅資產配置嘅例子咧，第一種就係防守型，即係話大部分咧都持有呢個現金或者係債券，少於30%咧放喺高風險嘅資產，例如股票上面。另外一種咧，我哋叫平衡，即係50-50咁嘅比率。大約50% 喺股票上面，而50% 咧係一啲低風險嘅項目上面，例如現金同埋債券啦。咁當然啦，有啲人就會鍾意進取型嘅資產配置，例如80% 以上咧放喺股票上面。所以你係點樣設置呢個風險度同埋呢個資產類型嘅話咧，亦都係直接影響咗你嘅回報同埋風險嘅。其實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嚟咧，60-40嘅美國股票同埋債券投資組合咧，就獲得咗一個高達11.5% 嘅平均年回報率。但係對於呢個60-40呢個黃金投資組合嚟講咧，2022年嘅投資回報咧係講緊14年以嚟咧表現最差，花上一生嘅時間咧投資喺呢個組合上面都未見過咁差嘅回報。但係2022年嘅上半年咧，60-40呢一個黃金組合咧，就已經跌咗16% 嘅回報率啦。債券喺2022年嘅上半年咧，經歷咗40年以嚟最嚴重嘅拋售，債價下跌，好多人咧都開始質疑，我仲可唔可以相信呢個60-40嘅黃金組合咧？但係如果冇做呢個資產分佈，又違反咗我嘅投資風險嘅制定原則喎。而債券又跌咗咁多，依家係咪時間入市咧？的而且確，就算對於一啲非常專業嘅投資者嚟講咧，2022年今年咧，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唔容易嘅一年。咁咧，我一陣咧就會再解答你哋呢啲問題，應該點樣去設置我哋嘅資產配置咧？仲應唔應該去買債券咧？要揾一個喺市場上面比較全面嘅交易平台，同時又要支持咁多種嘅資產配置嘅交易咧，其實喺呢個市場上面咧就唔係咁多嘅。所以咧，今日咧我就揾咗 Saxo 去贊助呢段影片啦。Saxo 係一間持牌嘅丹麥銀行啦，佢喺亞洲市場上面咧，其實係一個少數提供多元化資產嘅交易平台。佢哋嘅平台可以買賣股票、債券、外匯、貴金屬、REIT 等等。喺學做呢個 portfolio 之前咧，我會先教你一啲債券嘅知識。第一，債券嘅價格同埋息率咧係走相反方向嘅，即係反比嘅關係。當市場嘅利率上升嘅時候，債券嘅價格咧就會下跌啦。呢度係因為咧新發行嘅債券喺加息週期裏面咧有一個較高嘅利率，而令到咧投資者偏向買入一啲新債。對於一啲舊嘅債券，已發行咗一段時間嘅債券嚟講咧，因為咧當時發行嘅時候咧嘅利率較低，而當呢啲債券嘅持有人咧喺比較完呢支債券嘅 coupon 之後，即係債息之後咧，就會拋售手上面嘅舊債啦。因為新債嘅 coupon rate 咧係較為吸引。咁當然啦，調翻轉，如果喺減息週期裏面咧，收益率更高嘅舊債券咧，就會變得更加有價值。
即係話佢嘅債價都會升啦。但係依家咧，我哋就唔係處於一個減息嘅週期，我哋咧依家係加息週期裏面。第二個投資債券一定要學嘅嘢咧，就係 yield to maturity 啦，即係到期收益率。到期收益率 YTM 咧，係當投資人咧持有債券去到到期日嘅時候咧嘅預期總回報。當中咧呢個數字係包括債券嘅面值同埋佢嘅市場價值，仲有債券嘅票息率。可能你會問 YTM 咧，唔係淨係等於債券嘅原本嘅息率同埋價格咩？答案係錯嘅。YTM 咧係跟隨市場浮動嘅，而原本嘅債價嘅票息率咧又係固定嘅喎。但係正如我頭先講啦，債券嘅價格同外面嘅利率走勢咧係有一個密切嘅關係，而且當你買入債券嘅時候，嗰個價錢咧亦都未必係佢嘅原始價格。所以咧，你嘅到期收益率 YTM 咧可能會高於或者係低於佢書面上面嘅收益率。所以當我哋喺投資債券嘅時候，我哋必須要比較呢個 YTM 咧，先至知道邊一隻嘅債券咧係真正比較吸引啦。我以前咧就做過一個詳細嘅 YTM 教學，喺度有埋例子噶啦。而今次影片嘅後部分咧，我亦都會教你哋喺邊度會查到每一隻債券嘅 YTM 嘅。咁你可能又會問啦，依家咧就係一個加息嘅週期。咁頭先 Evelyn 你講咧，喺利率上升嘅時候，其實係咪我哋唔應該持有債券咧？債價會跌喎，點解我哋仲要買咧？我呢度俾出嘅答案咧就係 yes and no。點解我覺得60-40呢個 portfolio 嘅比例咧，應該仍然要存在咧？第一，頭先我都同你哋解釋咗呢個 YTM yield to maturity 啦。其實我哋睇債券，除咗睇債價之外咧，債券嘅票息率咧，亦都係我哋要考慮嘅重要因素之一。如果你係持有呢個債券去到到期日嘅話，呢個債價其實唔係你要考慮嘅因素。債券嘅票息率咧，依家喺加息嘅環境之下咧，其實對我嚟講已經進入呢個吸引嘅範圍啦。3個月嘅國債收益率咧，已經去到 2.947%， 係講緊5年以嚟咧最高嘅位置。2年期嘅國債收益率咧，亦都去到 3.403， 亦都係講緊5年以嚟最高嘅位置。事實上，債券嘅實際收益率咧，其實已經由6月開始咧轉為正數 positive 㗎啦。而根據 Vanguard 嘅研究報告裏面，喺第二季開始，美國嘅國庫債券嘅收益率咧上升咗近 55%。咁另外點解我哋仲要買債券咧？其實今年咧就係一個唔尋常嘅一年。一般嚟講喺股市波動期間咧，債券咧其實應該係一種對沖嘅工具。對沖喺股市下跌嘅時候咧，為你嘅投資組合咧提供一個正嘅回報。但係今年2022年咧，債券同股票咧出現咗同步下跌，即係債又跌，股又跌嘅時代啦。因為2022年咧，呢個通脹係處於呢個40年嘅高位，而喺呢個高位之下咧，政府不斷咁樣加息之下，就令到呢個債價不斷咧下跌啦。另外，我亦都睇到各個嘅政府咧，佢嘅加息步伐咧，其實不斷咁喺度進行緊啦。佢哋嘅目的就係要打擊嘅通脹，所以其實無論如何喺將來某一個時段嚟講，其實呢個通脹咧將來係會逐漸下降啦。咁即係講翻，如果呢個通脹係真係消失到嘅話，其實股票同埋債券呢個所謂唔尋常嘅 correlation 咧，即係呢個2022年債同股一齊跌嘅年代咧，應該就要隨住呢個通脹消失，而呢個 correlation 都會消失。簡單講句咧，即係如果呢個通脹係受控制嘅話咧，債應該係可以再做出呢一個同股票對沖嘅作用啦。另一方面，其實點解我哋要買債咧？喺2020嚟講咧，其實大家作為投資者咧係冇乜選擇。喺加息週期裏面咧，債價係會跌，但係如果咧你持有呢個債券去到到期日嘅話咧，債價對你嚟講其實係冇影響嘅。而家喺呢個股市咁不穩嘅階段，投資者咧要尋求所謂嘅保證回報咧嘅選擇其實唔多。有啲人會以為我持有現金唔係就係保證回報咧？喺呢度我想話俾你聽係絕對唔係，因為喺高通脹嘅環境之下咧，美國講緊係近9% 嘅通脹率，即係話如果你持有現金嘅話咧，你咩都唔做，每年咧你就自動失去咗9% 嘅價值啦。所以其實喺過去2個幾月以嚟咧，我都喺我嘅影片裏面不停咁樣同大家講，你可以選擇考慮短債嘅。一陣咧，我會再同你哋一齊睇睇咧點樣去選擇債券嘅。咁債券係咪就係 perfect 咧？呢度咧都有部分嘅嘢咧要你哋注意嘅。其實而家咧簡單嚟講咧，我會建
議就係買兩種嘅債券，第一就係短期嘅國庫債券，短期係指呢個1至4年以內到期嘅債券啦。第二個選擇咧就係短期嘅 investment grade 嘅投資級別嘅公司債啦。咁咩叫投資級別咧 ？investment grade 咧，如果跟穆迪嘅指引咧就係 BAA， 咁如果跟 S&P 或者 Fitch 嘅指引咧就係公司 rating 唔低過 BBB， 呢啲都係一啲較高 rating 啦嘅公司，即係代表佢哋嘅財務狀況咧係較穩健嘅公司所發出嘅公司債券。咁短期嘅公司債券嘅利率風險咧就較低啦，頭先都教咗啦。只要你持有去到期日，你係可以得到一個保證嘅回報。咁但係咧呢度都要注明啦，保證嘅回報咧係即係話你一定要持有去到期日。咁短債咧個到期日相對嚟講係較短啦。而對我嚟講咧，較大嘅風險咧就喺遠期債券上面。咁頭先我都講咗啦，喺加息期間裏面咧，遠債咧面臨嘅高息率嘅風險咧係比較高。咁而如果你整體嘅大環境嘅經濟咧唔係咁好，喺衰退嘅背景之下咧，咁 high yield 即係 junk bond 啦，即係垃圾債券啦。咁呢啲公司發行嘅垃圾債券嘅違約嘅風險就較高啦。咁我就唔會太建議咧大家去投資喺呢啲咁嘅 junk bond 上面。好，依家咧我就會同你哋睇睇 Saxo 上面嘅 bond filter 啦，即係呢個篩選器。咁佢哋提供超過4500種嚟自全世界各地嘅政府或者公司或者唔同嘅發行人嘅債券嘅交易。咁 Saxo 嘅平台咧上面就已經有個好齊全嘅 filter 啦。我哋咧可以透過自己嘅喜好咧揀選自己中意嘅債券 bonds 啦。例如喺呢度你可以揀翻 issuer types， 你係想揾公司債啊定係政府債咧？佢哋嘅評級係點樣咧？頭先有講到啦，乜嘢先係一個投資級別嘅債券咧？仲有佢 coupons 啦，即係佢個債息率啦，可以透過你自己嘅喜好咧，揀翻自己想要嘅 coupon rate。咁頭先我都有講過啦，揀一啲短債咧，喺依家嘅市況咧會比較合適。Perpetual 咧，即係永久唔到期嘅債券，呢度亦都有提過啦，要睇翻咧呢個 yield to maturities， 即係 YTM 啦。佢實際到期收益率係幾多咧？咁呢度都可以自己選取。呢度有債券嘅類別啦。咁裏面咧有唔同嘅債券，譬如咧有個 inflation linked 啦，同通脹掛鈎嘅債券啦，仲有唔同嘅債券類別。咁我以前咧都有喺另外一啲影片咧教咗唔同債券嘅類別分類噶啦。咁當然你亦都可以揀翻 currency 啦，唔同嘅貨幣啦，佢嘅國家啦，發行嘅國家，仲有佢喺唔同嘅 sector 你都可以揀嘅。揀完之後咧，你就可以撳翻呢個燈完成咧，咁佢就會咧出翻一啲你想要嘅債券嘅資料出咗嚟啦。Saxo 嘅平台亦都支援咗咧唔同類型嘅債券 research 嘅工具。喺嗰個債券嘅首頁裏面，你會見到有唔同嘅債券嘅 futures 啦，佢嘅期貨啦，一啲最受歡迎嘅 retail size 嘅 bond 啦。咁同埋咧，按唔同嘅國家，佢亦都可以俾唔同嘅選擇你，例如澳洲啊、美國、中國、日本。咁下面咧亦都有譬如歐盟地區嘅 high yield bond 嘅介紹啦，歐盟地區嘅 investment grade 嘅 bond 啦。咁仲有咧美國嘅 investment grade 嘅 bond 同埋一啲垃圾債券嘅介紹啦。政府發行嘅債券相對嚟講亦都係較安全同埋風險較低啦。咁呢度仲有唔同嘅債券嘅新聞咧，係不斷咁樣更新翻，咁可以俾大家參考翻啦。好，依家我就抽一隻債券咧嚟睇一睇佢嘅資料。咁今日咧我就揾咗，好一齊睇一睇咧呢個例子啊！呢個係由 Barclays 發行嘅銀行債券啦。咁呢度咧就見到佢嘅債價啦。咁你都見到呢個債券嘅基本資料啦，發行人就係 Barclays 嘅公司啦。呢個係由英國註冊嘅銀行。咁咧呢個 maturity date 咧，債券到期日係2026年嘅5月12號。呢個 coupon 咧係依家做緊 5.2%。喺度你哋會睇到每半年咧就派息一次，最後一次派息嘅日期咧就係2025年嘅11月12號啦。全球最大嘅基金公司 Vanguard 咧，最近咧亦都出咗一份60/40 is back 嘅一個報告啦。咁喺裏面咧，其實佢就講到啦，雖然依家債價低啦，但係以依家債券嘅實際收益率嚟睇咧，佢哋嘅實際收益率咧已經高於未來5年或之後嘅通脹預期。咁無論係 corporate bond 啦，即係公司債券啦，或者係政府債啦、垃圾債啦，甚至係新興市場嘅債
債券咧，大家都睇到比起過去近幾年嚟講咧，有更高嘅收益空間同埋佢嘅投資機會。我覺得最需要嘅咧就係擁有一啲短期嘅債券。依家睇緊全世界都面臨緊唔同嘅經濟危機啦，咁我自己認為咧，短期債券喺2022年嚟講咧，係算係一個最保守啦，又保證有回報啦嘅最好嘅投資之一。或者可以咁講啦，其實投資者依家都冇乜可以選擇，因為你可能都會 argue 就係話，債價都不斷咁樣跌啦。咁所以我頭先先至提到，你要持有去到到期日嘅話咧，你個風險咧就幾乎差唔多係零嘅。除咗間公司或者政府咧係違約或者倒閉啦，總括嚟講，持有短債嘅好處咧就係第一，喺呢個市場條件唔好嘅時候咧，短債嘅收益率咧已經較好多其他嘅資產咧為佳㗎啦。第二就係債券作為一個固定收益嘅產品咧，佢會為你定期提供一啲被動式嘅收入嘅債息啦。第三，加入呢個短期債券喺你個投資組合裏面咧，可以降低整體嘅投資組合嘅風險啦，亦都可以幫你提供適量嘅回報率。但係大家都要留意啦，買入債券咧都涉及唔同嘅手續費啦同埋成本嘅，所以你自己咧要多啲留意咧呢啲咁嘅條款同埋多啲做功課啦。好，喺呢個咁市場動盪嘅期間咧，其實要平衡你嘅資產組合咧，唔單止係債券嘅，你都可以加入唔同嘅資產工具咧，去幫你做一個比較平衡嘅 portfolio。如果你對投資債券咧有興趣，都不妨可以考慮下 Saxo 呢個平台啊。佢哋提供咗好多唔同嘅債券選擇。咁依家開戶咧，佢哋都有一個迎新優惠。咁上次佢嘅迎新優惠咧反應比較熱烈啦。依家咧 Saxo 就延長咗呢一個迎新優惠嘅時期。假如你係 Saxo 嘅新用戶啦，完成咗 Saxo 嘅任務之後咧，會送你一股亞馬遜嘅股票或者係 Tesla 嘅股票。詳情咧可以 click 翻下面嘅連結咧，了解一下。你都留言話俾我聽，喺呢個2022年咁動盪嘅投資期咧，你自己會選擇買啲乜嘢資產？抑或你淨係想保留現金，咩都唔投資咧？今日我就分享到呢度啦，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啦、訂閱紅色個啷啷啦，仲有留言或者 share 啦，拜拜。